来到名古屋的第6集，我们回到名古屋市区。今天要介绍的是热田区的景点。接下来在名古屋市区的行程，我都是住在荣町站周围，所以都会是从这边出发。首先走来荣车站，我们要搭名城线去热田神宫西站，前往热田神宫，要走2号出口出去。从这边一路走到热田神宫，这边我们从西门走进去。整个热田神宫的范围非常大，待会会介绍其中几个地方。前面这边看到第2个鸟居，左转进去的旁边就有手洗社。前面有一整面满满的大酒桶，据说这些酒都是供奉给神明的，象征祈求丰收和平安。这是热田神宫的千年神树大南，是由弘法大师空海亲手种植的。还要再继续往前走，才会到本宫。走在正餐道上，记得要靠2边走，中间是留给神明走的通道。这边会经过第3个鸟居，前面就来到本宫神乐殿了。热田神宫是日本3大神宫之一，相传已经有19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这里供奉着被看作是草剃剑化身的热田大神，也是名古屋的信仰中心。接下来往这边走，可以前往宝物馆。宝物馆收藏了很多珍品文物，包括了皇宫、幕府将军、封建领主等等的宝物，也有一般民众的捐赠，总共有大概6000件的藏品，种类包括带神圣宝物、剑、古代文献等等。参观费用成人是500日币，中小学生就是200块日币。另外也有餐厅跟用餐区。旁边这是草剃馆，每个月都会轮流展示热田神宫收藏的450把刀。餐点的话有拉面或定食可以选择，也会有很多的新人在热田神宫举办婚礼，这边就会是合婚的婚礼场地。这个是南明前神社，这个则是南新公社。可以保佑人们无病无灾。接着旁边的是上知我麻神社，这里可以祈求生意兴隆、居家安全跟成绩合格。在每年的1月5日会举办初会比寿，是祈求生意兴隆的神事。很多人会在这天来求取当天授予的一番札，可以招来福气。别宫八剑宫是热田神社境内规格第2大的神社，也是祭祀草剃神剑。我们一路走来正门，从这边离开，接下来就要一路走去百鸟庭园。左手边有一间蓬莱轩，是名古屋的名店，它的鳗鱼饭3吃非常知名，是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餐厅了，常常都会大排长龙。这边沿路要走16分钟左右，走过天桥就快到了，前面就会到百鸟庭园。我们从百鸟庭园的正门进去，它的占地很大，是名古屋市内规模最大的日本庭园。门票的话，大人是300日币，中学生以下是免费。售票处也可以拿地图简介来看，这里也有卖开园30周年的纪念写真。走进来的左手边有一大片的梅林，可以观赏到不同品种的梅花。楼梯爬上来有一个溪谷，这里有小瀑布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，一起分享、交流旅游资讯。前面这是伞亭，跟名字一样，就是一个雨伞的造型。
这边就要走石头过去。前面这里有一个草坪广场，这是青雨亭，是有真正茶室风格建筑的茶室。旁边这是戏入亭，水里还有好几只鲤鱼。百鸟庭园四处都被绿植围绕。搭配园中的湖景，风景非常漂亮。前面有长夜灯，是以码头为主题做成的宫之渡口之景。下一站我们要去热田，你可以用走路的，或是搭巴士前往。这边是2024年9月才开幕的全新景点。里面有16家特色商店、美食，还有 JR 热田站、民铁神宫前站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这边是由3栋木造平房组成，还有一些流动摊贩。这间有日式果子，还有一些小物，像是这些超可爱的摆饰，还有贴纸、吊饰等等，都很精美。这间是名古屋超人气的章鱼烧。旁边的广场有椅子，民众可以在这边休息。这边的摊贩是卖冰淇淋，还有结合咖啡、饮品的特色餐点，有很多口味可以选择。这间专卖各式各样的 bagel， 吃起来是柔软有嚼劲的口感。纯米制作的年轮蛋糕，有分成软跟硬的2种口感。大排长龙的茶屋是热田的老字号甜点店，妙香园也是老字号茶馆，可以品尝到道地的日本茶。另外一个室内的区域有几间餐厅，这间有干鱼套餐，晚上的话会有串烧，也是酒吧。旁边的话是意大利面跟铁板烧。风来坊据说是名古屋炸鸡的发源店家，必吃的是手语鲜。炸串的专卖店，有很多特色口味的餐点。对面是热田的伴手礼店，还有鲜豆馅奶油年糕，是热田的新名产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神宫前站，准备去下一站永旺梦乐城。这边我们要先搭民铁到金山站，这边从南口出站。走到外面就可以找到搭乘接驳车的地方，这边也会有时刻表可以参考。接下来排队等搭车就可以了，搭个5分钟左右就会抵达永旺梦乐城热田店，里面聚集了很多品牌，从设计师品牌到平价快时尚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。这里有4层楼，100多间的商店，非常好逛。包括各个咖啡厅、餐厅，很知名的竹地章鱼烧在2楼也有。美食街的用餐区也很大，位置数量很多。日本很好买的 Vigo 跟 GU 都很大间，超多服饰选择。大家来到名古屋市区，很推荐来到永旺梦乐城逛一逛。最后要回程，也可以到巴士站搭接驳车哦。下一集也会继续介绍名古屋市的景点，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